好，来看看啊，今天我呢给大伙儿带来一个诸葛亮的一个5进啊4命通关。现在很多人玩诸葛亮的都是挑战这个诸葛亮这个1币啊，因为1币通关为什么要加上一个叫4命通关啊？这个4命通关呢，就是不是所谓的这个5命啊，但事实上就是1币呗。那你说你摊分还是不摊分呢？我个人感觉啊，这个诸葛亮呢，其实打摊分呢，主要是为了多奖点命。你是200万分还是说300万分？300万分的话，在最后一关你要到达300万了，你就可以有5条命，兄弟们啊，就是有5条命，初始2条命，外加奖的3条命。所以说你4命通关呢，其实也是个路子。你总不至于打一个摊分的400万天王难度5进摊分，这有点不靠谱啊，对不对啊？确实有点不靠谱。我们今天呢是在线直播给大伙儿打的这么一个诸葛亮5进啊，然后咱们房管呢帮忙随时随地告诉大家一下啊，因为我只能这么全屏放，我也没办法说那个怎么给他那个对吧，添加一些字幕什么的啊，就是这个 QQ 平台啊，他打这个 QQ 平台，然后给我这个视频呢应该是空心啊提供的。那么这个视频呢是来自于 QQ 平台的这个正版三国啊，正版三国战记啊，其实其他版本也跟正版一样啊，但是咱不得不承认啊，这里面我们就得该说啊。然后呢，之前我是做过灰灰的玩法，灰灰的玩法呢，它是纯靠自己这个对游戏的这个掌控和它它的反应。说句实话，灰灰那个更难一点，因为有很多小兵它都不能卡，对吧？它不能卡兵。有对吧？那是赞助啊，特意说的。比如说你司马的地方不让你卡胖子啊什么的，对吧？那它还是有一定难度。但这一次呢，我们看看啊，传统意义上的诸葛亮5进怎么打啊？怎么打？这里面很多人说，哎，他爆气了还进啥呀？这里这个爆气呢，就是怕他这个练出那个呼风唤雨。这个呢，在业内里面我们有解释的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怕你这个练出呼风唤雨出来之后呢，你不是有点嘚儿嘛啊？你练呼风唤雨，然后这个不小心对吧，练出必杀了，这个就挺嘚儿。那为了规避失误啊，所以说在出图的时候选择一手爆气。这个呢，因为它不影响到游戏的平衡啊，就是说你看，就像这个爆气直接进屋，它爆气的话就是为了把自己的气全都消耗掉啊，或者说装个逼，你咋都行。因为这个诸葛亮打气儿速度太快，你怎么打他你都爆不完，对吧？你都爆不完。所以说情况就是这个路子啊。好，来看看这个诸葛亮这边呢，咱们打的还是比较安全啊。所谓的只要是进血，无论是什么玩法啊，就哪怕只要你是进血玩法啊，比如说进血1命或者怎么地，只要你进血，就一定是照着无伤玩啊，奔着无伤使劲，只有无伤了才牛逼。好，我们看看现在啊，我那个水怎么也烧不开，我感觉我那个电磁炉好像坏了，真的啊，怎么烧也烧不开啊，真的是服啊。好，来看看现在呢打的话，一些小道具，很多人说为什么要捡啊？主要就是怕你在以后打兵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自己出现了这种问题，比如说你 A 着捡起来地上那个东西，好，还要走上路。它不像啊，刚才我们炸了好久那个一语今生的房，打一语呢挑战这个诸葛5进，他已经炸了好久了，然后他挑战那个诸葛5进呢是这样的，是这么有一个非常难的一个点，他挑战这个诸葛5进呢，有好多地方它跟传统路子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像有人打那个夏侯渊啊，他是先把那个夏侯渊抻出来，先打一会儿，等时间不够了，然后再去那个卡兵，不是再出去打，然后就卡不了兵了嘛。但是你要知道啊，你要卡兵打的话，刚才我们看一语今生在夏侯渊那个地方已经翻盘了3、4次了，我实在是不忍心再看下去了啊，你们懂的。好了，来看看小宝只要吃满了就，哎呦呦呦，
小宝只要吃满了就不会再吃了啊，就没有了。好，一直在 A 这个地方呢，它应该是可以卡5级啊，但是没这个必要啊。你看他的连招方式怎么样？一语惊声在这里卡5级，主要，但是他最终还是选择用什么后黑，就是后前手和对吧？连万箭穿心都不用。我狼想当年打的时候是用万箭穿心的啊，但是呢，你懂的，你万箭穿心就得按跳啊，对吧？其实要说句实在话，万箭穿心可比后前手要厉害。就是至少打孙姬要合适一点，它有一个超远距离的这么一个垂直面，但是你他妈得你得练跳啊，这就很难受了。对，这个是空心啊提供给我的啊。好，我们看看主母要去便去，只是将阿斗留下。恐怖游轮，1、2、3，玩法跟我一样啊，上来先打一套，然后后黑，哎，都是这个路子。A 完之后1、2、3，他这个打跟没有尾连，不是尾连玩法。尾连玩法虽然说啊，当然啊，尾连玩法呢挑战太难了啊，你还得卡兵 ，A 一下蹲 A， 然后 A 一下蹲 A，A 一下蹲 A， 那太他妈猛了。这是 QQ 平台的，所以说我们的直播会发现我狼的小人小头像非常小。然后再加上这个右边还有这个弹幕助手啊，大家伙儿就能理解一下啊，理解一下，别着急啊。后回1、2，你看就传统玩法，1、2、3连前锁都不错。好，其实这个后黑打的血量啊不是特别多的。他不会那个1、2转身前锁1、2，然后1、2、3前锁。来，这个跟嫂嫂一直在周旋啊，真的是一直在跟嫂嫂周旋，而且他也不愿意追地。诸葛亮追地的话呢，你像一羽是怎么打的？他是先一手对吧？先是一手追地反 A， 然后前锁，但是打不了多少血。好，好，直接后黑出来，1、2、3，啊，刚才第一关一羽也出现无伤了啊，第一关刚才一羽也是无伤，但是这个无伤玩的比较稳啊，为啥比较稳呢？你是没看见他炸房的时候，兄弟们，对吧？你没看见他炸，哎。一样啊，一个血杀升级正好一个血杀的血量，但是他不小心吃了，我操，这他妈太嘚了啊！你他妈吃了个血，我操！当然那个他必须要吃分啊，他吃这个血吃的太嘚了啊！升级有伤害啊，兄弟们啊！好。感觉跟我狼的玩法差不多啊，就是什么叫跟我狼的玩法差不多呢？就是那么玩的，你不那么玩怎么玩啊？对吧？好，我们看看啊，他这个退出的人。叫退出的人，然后百代之啊，他这名字叫退出的人啊。这个他的 QQ ID 是这个啊 ，QQ 的 ID。好，所以这些人都是学狼哥的，那可不是，对吧？我狼哥。就我能自动捕捉到怎么玩才合适啊，对吧？你以为？只是有的时候我还是要靠这个道具去打 BOSS。我感觉我的道具全都是留着打 BOSS 用的，打小兵不会用啊。很多人都打小兵，像什么铁甲兵，直接人家打铁甲兵怎么打？都人直接打铁甲兵放什么
比如说什么像铁莲花、什么小金珠，哎，就这个，哎，他就用这个打。好的，在最上面啊，他这个路子跟别人不一样，你就是在最上面 A 这个石头也可以 A 掉的，兄弟们。好，一直在捅。其实打这个 BOSS 前前错错也行，你错完了再转身前前错错也一样，也照样是可以这个连招的啊。好，不走上面，直接走右边。很多人问他为什么要走里面啊？这个我也不太了解，但是我感觉你说他为了打分也不至于，因为他刚才如果再近的话才能打分，再近的话里面有很多蝎子，还有忍者兵啊，还有隐身衣啊，当然的啊，你吃的你也放不了啊，你懂的啊。好，急，我们现在先看他打的啊，先看他打，等他打完了，我们回头再去看看一语惊声是不是还在船上呢啊？当你把这个解说完了，一看一语惊声，发现我他妈这逼还在船上，我操！他已经我昨天就看他在炸，然后呢打到最好的成绩，昨天我去看应该是打到陆逊那里，然后被陆逊直接干死了啊！怎么个干死？就没人了，就是直接就是没币了，就接币了，就是你再接就接币了啊！你懂吧啊？是这么个路子，所以说呢，昨天也没成，然后今天呢也没成，啊，今天这个今天也是也是扯犊子啊！现在。好，拆车，你看看他是不是也是卡那个铁甲兵的啊？TAS 我也解说了，那个 TAS 我也解说了，其实都是仅供学术交流啊。TAS 那个能不能实现呢？人脑理论上来讲啊是能实现的，在数学上来讲是能实现的。但是呢，在逻辑上来讲是实现不了的啊，这个不是心态的事儿，就是操作的事儿啊，对吧？你没法明日边缘，对吧？如果你能明日边缘，你那应该没问题。好，你可以看到他的玩法是卡兵吗？不卡，我们看是不是要卡？不卡，生怼，生挫啊。好，升完级后黑，我操，是狠啊！他不卡兵的玩法，兄弟们。好，这黄红出来了，黄红出来的话呢，就不卡了。他这是不卡兵玩法啊！哇！刚才一语惊声也是中了一个狼牙棒，但是一语惊声是要为了卡兵的时候中的，卡完兵就把这个马给秒了。但是你看这一棒子多少血啊，兄弟们！这一棒子血量确实多啊！好，定军山，感觉这个繁体字啊，什么什么的啊，就感觉怪怪的啊。好。好，再来。其实啊，专门玩过的人都知道这是什么玩法，只要你看一看就知道。正常谁不一个雷霆万钧给他干死啊？对吧？直接就一手雷霆万钧，给你扯那个呢，前前锁就死了，大哥。好啊，第一关无伤，然后第二关呢被彻里吉挨了一棒子啊，被彻里吉挨了一棒子啊，这挺难受的。啊，他玩的我感觉是比一语要玩的要市侩一点啊，就是用一些传统的玩法。一语呢是用他的那种速通的技巧去玩，速通啊，你加摊分。很多人说小狼一语惊声会摊分吗？哎，一语惊声呢还真会摊分，但是他摊的不好。诸葛亮他摊的不好，但是呢他黄忠摊的好啊。他黄忠目前当然黄忠谁没有耐心法，但他黄忠确实摊的好。
然后呢，这个呢，他刚才玩那个打夏侯渊也好，打马也好，都是用他的速通技巧去打，都是用速通技巧，但是那速通技巧呢并不稳，兄弟们，速通技巧加他的那个摊分为了多奖1条命的技巧并不稳啊。好，不，黄忠不是5个小时，我告诉你啊，3个多小时，真的，黄忠那个是3个多小时，真不是5个小时。但是你3个小时，我操，3个小时，我他妈，我想问一下，泰坦尼克号多长时间？我操，3个小时。好，不是懂不懂？我现在真没有办法把字幕打在那儿。我要不要拿手里举个牌，然后举到这儿，上面写一个诸葛5进1弊啊？操！这个全屏来看，这个确实有点嘚儿的啊。好，那个视频我可是解说过啊，而且我都上传到那个网站上了，大家伙儿有印象应该可以翻看看。那我狼直接把嗓子都说干了啊，对吧？我都直接喝了800多杯那个茶水，好多粉丝要众筹给我来买红牛，你以为呢啊？好，小的时候就说啊，我操，你连他你都打呀，是狠，正常也该打。一看到这个门，我就想起那个什么，就想起那个芝麻开门，周星驰，确实在打他啊，确实在打他。我弹幕看不了太多，你发的太多我看不到啊，然后我不玩啊，就是不用再问了啊。想要那个支持我狼啊，就正常支持就好了啊。好，我们看看现在。我之前打那个孙姬差一点无伤。在最后一刻被这个铁甲兵打到了一个跳 A， 很惨啊，要不然我也无伤了啊。这听起来我狼像不像那个什么？听起来我狼像不像那种我狼也是个高手的样子啊，对不对？但事实上不是啊，我那啥玩意儿啊？虽然说我玩的是天王，但是我啥也不进呢，对不对？好，他是不是要卡兵？我们看看啊。反正你看屏幕上啊，屏幕上我右边有弹幕助手，你看那个弹幕助手上显示这个能写几个字儿啊，就是几个字儿。我有的时候后面写多少字我看不到，我没办法啊，这他妈太嘚了啊！这个 QQ 平台我想转播这个它的内容呢，我只能给它最大化，最大化之后呢，我就看不到你们说话了，就是只能看到70%的那个右边框啊，右边框被挡住了，老嘚了啊！你看他是不是抻兵？你看他是不是抻兵啊？一语今生现在此时他正在打，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个是 QQ 平台的录像啊，但是也是我狼直播。那我的好的要卡兵，看他的玩法，看他一语今生在这里翻车了4、5次了，兄弟们，他也挨干了一下，不过不要紧。我们看先 A 死一个兵。看他怎么出手，好，1、2前锁，1、2，直接打倒的路子。看他什么时候出手，好，反身位前锁，1、2，1、2、3，他是比较实惠的啊，他不是尾连，一语今生尾连围好了，一个不小心能把他连死，但是呢，他的玩法就是直接打倒，他抓机会奔放啊，他抓机会比一语今生奔放，一语今生玩的。贼鬼，他不敢出手，他真的不敢出手，他甚至有一次翻车是因为时间到了。一语没直播不可能，刚才还在直播，就在15分钟之前啊！相信我，我刚去啊，他除非是刚下播啊。
好了，你看他出手比一宇准，一宇不敢出手啊。那你就现在去看看他啊！我刚才在平台里和直播间里都有他啊，你反正是你不要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啊！看出来了，这个夏侯渊最弱的招是一个单劈往下砸，有点像黄忠的，哎，就这个。这画地为牢最狠。哎，就这个单劈，然后，哎呀，可以，这一宇要有这么稳多好啊啊！他敢，关键一宇他不敢出手，他被一宇今生什么时候出手？我跟大伙讲啊，他啥时候出手？他出手就是一定要这个 boss 你在左边 ，boss 练了一个大招在右边，然后你起手1、2，前锁1、2、1，然后等他出招，然后再破招的这种尾连方式。可是呢，也不能一套招把他连死，一个不小心被一个画地为牢就搞死了。他太追求连招的完美。啊，对，不好意思啊，我那个直播间的房号还没改。我直播间的房间号没改啊，所以说咱们这个有很多那个有点问题，我没改房间号，我他妈也是醉了啊！好，在这里锁啊，我改一首房间号啊，稍等一下啊，小狼，三国战记诸葛武进一臂啊。啊，改一下啊，忘改这个什么了，忘改房间号了，房间名了，所以说有很多小伙伴呢就有点不知道了啊。这里面我跟大伙开局也说了，4命通关和5命通关是两个事儿啊，也就是说4命通关和死4命通关又不一样。4命通关叫做死3命通关，这个就要比这个灰灰在这一块就比灰灰厉害了一点。但是啊，第一呢，首先平台是 QQ， 这点呢虽然说啊也不能说因为平台不一样就有多大的差距，但是很多人公认啊是这个邮局的最难。然后呢 QQ 呢倒没有什么说法，有人说 QQ 的节奏慢，但是我目前看起来好像也没慢到哪去。风云再起我觉得挺慢的啊。当然呢，还有一点就是灰灰那个呢，算是有很多 BOSS 都是不让卡兵，所以说灰灰那个在玩法上更难一点。而这个呢，就是死命比灰灰少死了一条，啊，少死了一条，懂吧？啊，武进的话呢，就是进 B、进 C、进 D、进气儿，啊，还有进吃血，这就是武进。当然，这里面他有的时候偶尔会装逼练一练什么暴气呼风唤雨，在不影响游戏玩法的情况下啊，他这么做啊，反正也就做了。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怕练错招，但是诸葛亮我觉得用处不大。你就像这个暴气，他就是纯为了装逼啊，我感觉为了装逼，不可能练错练出，对吧？诸葛亮根本就没有什么下上的招，对吧？你怎么可能不小心练出雷霆万钧呢？是不是？好。这个人玩的挺奔放啊，兄弟们。但是实话实说，该死还是要死，跑你是跑不掉的啊，该死肯定还是要死的。好，刷刷刷。其实诸葛亮这个前楚啊，诸葛亮最赖的就是跑，他伤害是他最难受的地方啊。当然呢，诸葛亮走这个路线是确实不用暗 B 的，比如说
比如说很多人说，有人说有个地方需要跳啊，王平那个地方，你说你跟着王平，然后跳到那个城楼上去打黄盖怎么办？我不跳啊，我走这个上路啊，我走这个第3关反路，也就是上路路线，就是说所谓的秒杀路线。这样的话呢，直接进到荆州城的城门里了，我就不需要跳到那个台上了呀，他这个路子就没问题了呀，你懂吗？好，那个人跑过去干嘛去了？那个人身上带着杜康酒，他是专门运酒的啊，运送美酒杜康。好，还是要卡兵，哈哈哈哈！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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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A 一下，好，现在都被卡住了，勾野，这老虎也挺危险啊，兄弟们。哇！如果带万箭穿心，不，那个如果带用道具啊，那就不用说了。这被一个铁头，哎，铁头拔啊！好，其实刚才还是有点着急，他玩的不规啊，他玩的不是特别规。好，最后一下这个血量还是蛮可观的啊，只不过肯定是要把人打倒，所以说没办法。一语终于过夏侯了，你也看到了，那你刚才还说他没开播啊？天下无敌怎么躲？天下无敌那个正常跑就可以躲，他那个雷电是固定的啊，在某几个位置上据说是固定的，我印象中是这样的。这个诸葛亮的雷霆万钧呢，在某些版本当中也是固定的，但是好像原版还真不是，原版好像有几个不同的套路，2、3个吧啊。所以说雷霆万钧呢，有的时候你 BOSS 你就打不着，哎，你就气不气啊？它不像呼风唤雨，呼风唤雨只要你想让它中，它是必中的，除非他练了一些无赖的招式，比如说无敌的招式。正巧啊，你练呼风唤雨的时候，你刚把他打倒练呼风唤雨，他刚起身练无敌，然后呢没呼上去，有可能。比如说曹操什么的啊。好，不是一命尽血啊，是5进。待会儿可以看标题，我直播间标题现在应该审核通过了啊。好，第3关在这个地方就讲命。当当当当当当，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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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好，卡住兵，然后尾连吗？不尾连，就是正常玩。夏侯惇虽然说怕电，但是你懂的。你看这个伤害打他不高啊，这个伤害打他是真不高。但是这个 BOSS 啊，他的破绽非常多，他起身各种破绽啊。你看，尤其是这个哗哗哗哗的时候是最嘚的。好，拖屏幕。啊，他这个啊，大伙看到学会了啊，他打倒了之后拖半个屏幕，他必跑出来，我操！这也太赖了！哎，你们学会了吗，兄弟们？学会了吗？眼睛会的，手没会，是不是？你看，我操，这玩意你不看你不知道啊！你老哈哈和粑粑哈哈！啊，这拖半屏这招是狠，兄弟们！哇哦！学废了吗，兄弟们？学废了吗？一定学废了啊！8000分的吃啊！这为了讲命干啥？哎，这个爆气啊，就是纯娱乐啊，兄弟们，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说大家很能理解。
小的时候就这么打的，真的假的？文哥太猛了！文哥，你小时候就这么玩游戏？我操，那你7星应该能打出特别好的成绩啊，兄弟！好，当当当当。好，因为什么也吃不了，但是呢，该卡兵要卡兵吧。看还带卡兵啊，不卡兵肯定不行。但是灰灰就没卡兵，哎，真的灰灰真没打张辽的时候真没卡兵啊，确实猛。好，铁甲，先清铁甲啊。哎，干嘛？你这个整不死，不让防，他撇你只能走位躲，不让防，烧死一个。好，可以了。他无伤过梦幽了。我他妈也是醉了，我刚来啊，我本身我要转播他就好了啊，结果他妈录视频了啊。好，没有小兵 BOSS 还是稍微嫩一点啊。他为什么不前 A？ 前 A 的伤害变低了，他前过去单 A 他也比前 A 强。好，有我看他老翻车，他今天大哥我去了，他翻了几次了？得有7次了吧？真的，这不是说我那啥？哇，这也能躲啊！追地其实没多少血，追地最多打3点，追地反 A 前戳就打3连没了啊。除非是快死了可以追。他就是因为我去了才翻车的，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啊！他因为我去才翻的车，来的。我一不在，这个人怎么突然就有 buff 了呢？这是什么设计呢？这是啊！一个前沿戳把那个小兵戳死了，老气人了啊！小兵说：“我操，我丞相，我明明是卧底，你把我整死了，几个意思？啊？能卡兵，这个确实比夏侯好打，但是他有另外的玩法，你可以选择不把他打倒，让他强制反击，但是那么打有危险。他练那个翻雷滚天，还有这个杀手锏啊，确实赖。”好，这个时间过刚刚好，哼，没脾气了吧？啊，哎，反正这个气儿，你说用不用都是给这放着啊。等司马我再去，他又懵了，兄弟，那肯定铁懵。一会儿我就去，你以为？还你以为我一会儿我跟你讲，别司马了，陆逊他可能就崩了，你相信我。先是吕蒙因为时间不够啊，先是吕蒙因为时间不够，然后死命了，然后呢，再就是陆逊被人小兵加陆逊一顿狂砍，直接死2命，然后崩了，心态崩了，不玩了，对吧？好。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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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语惊声，操！一语惊声太狠了啊！爸，我也知道直播有意思，可是我刚才直播了都快2个小时了，
一语惊声都玩成恐怖游轮了。他在嫂子那儿炸了，对吧？3、4次，在夏侯渊那炸了3、4次，我他妈的也是醉了啊！所以说我为了避免游轮，我给大家伙儿，我寻思让大伙儿看看啊，别人是怎么打的。我寻思让大伙儿看看别人是怎么打的。结果呢，他现在又出息了，他现在无伤过梦幽，我操，出息了啊，兄弟们，是狠。好。刚才不说无伤过梦幽吗？是啊，那夏侯那无伤过梦幽了，那不夏侯那不肯定过了吗？你都无伤过梦幽了，还不过夏侯啊，兄弟，这个逻辑，我刚才听说是，我不知道啊，不是说现在到张辽了吗？难道到张辽还是无伤？谁呢？哎，你别说那个五尽一命了，一个不小心打出五尽这个无伤，我操，那他妈这个人无敌的好吧？这个人直接起飞了，三国战记第1人是毫无争议的，一命都是第1人，何况是这个无伤啊，无伤过夏侯惇啊，夏侯惇呢啊，夏侯惇啊，我以为你夏侯渊呢，对不起啊，有夏侯惇，对不起，我误解错了，理解错了啊。但是在陆逊呐、左慈啊这些地方，他想无伤还是难。再有一点就是，有的时候呢，他想无伤，但有的时候呢，他不是不无伤，他是时间不够了。如果要是给这个游戏如果是无限时间，或者这个游戏的时间像合金弹头似的，这个时间过得非常慢，那这帮玩游戏的，对吧？当然咱摊分咱不能算啊，那这帮玩这个近玩法的。那一顿抻呗，那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见鬼子不拉弦啊，那肯定是这么玩啊，对不对？时间到了也算无伤，那死人了，那不死命了吗？啊，当然也可以算，时间到了也算无伤是可以算的啊，咱们可以算啊，因为 time over 啊，可以算。理论上来讲，我没有受伤啊，对吧？我只是时间到了嘛。但是呢，你懂的，反正死命了也是挺惨。打张辽应该不会费血，你看刚才咱们这个哥们打张辽都没费血，对吧？打张辽是有基本套路的，伤害呢不算高也不算低，对吧？一语的话应该没有问题。无伤不是无伤的机会打，你看刚才他打这个张辽也无伤啊，对吧？呦，这帮铁甲兵跟疯了一样啊！你看，哎，我就发现一件事，我一走，他就能打起来，为啥呀，兄弟们？为什么呀？我一走他就牛逼了，为什么呢？服了啊！好。现在他这点血能过吕蒙，吕蒙就是怕伤害不够啊。诸葛打吕蒙确实怕伤害。咱们本身打吕蒙的时候，我狼打都是飞轮加张灵剑，对吧？飞轮张灵剑，然后再打。怎么说？他怎么打？好，先打死一个兵。到现在还没 A 到血呢，难道要这里面要死人？在这个地方直接死人啊！时间，哎，只要在这地方死人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大家伙能理解吧？我正好因为时间不够，然后我死命，对吧？我对吧？我这点血不能再费了。能打多少是多少，最好是打到时间快到了，我死了。操，真的是我这么设想的，兄弟们。
真的是我这么设想的啊。好，一会儿我铁去奶他一下，一会儿肯定是要去奶他的啊，不用想。他在陆逊那个地方不可能无伤啊，我认为他是不可能的啊，兄弟们相信我。他现在基本上就是时间，他的方案是这样的，时间肯定是不够的，他的方案上时间肯定是不够的。升5级变强啊，升5级变强。所以说最多是24级，他如果是25级的话，这个游戏可能还会有另外的玩法，兄弟们。假设25级还有一个加成，就不一样了啊。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它的机制就是24。我操，你们都不把它叫陆逊，叫怒逊吗？满血开饭，兄弟们啊！这个，他时间如果刚才那个那样的话，时间肯定是不够的，兄弟们。我感觉是肯定不够啊。他现在已经把这个摸透了，这个路子。哎，我操！这铁甲兵往空气上挥刀，咱不动的话，他砍不到咱们；咱们 A 的话，反而会砍到。你说这个设计啊，多变态！鲁迅跟陆逊哪个早？哎，鲁不鲁迅我不知道啊。我们看那个电影，那个澳洲做了一个动画的一个视讯游戏，那里面游戏里面就是这么设计的，就是它明明叫孔明的陷阱，那个游戏的名字叫孔明的陷阱，但是这里面呢，他把那个孔明的陷阱里面把那个陆逊啊打成鲁迅。明显是制作的时候有问题啊！其实是这样的，20级跟21级还不一样啊。在我的印象当中，21级你那个电剑还有那个爆剑就不会爆到自己或者电到自己。好，感觉就没有任何的玩法是要走火牛阵的。我们小的时候都管那个叫火牛阵，也只有那个地图里有火牛啊。后来在《三国战记2》里面经常会出现火牛这样的兵种。那个火牛多像那个《三毛从军记》里面那个牛啊，就三毛为了那个对吧，当敢死队偷袭那个日本的据点，然后呢派了一个牛给牛身上抱上炸药包。然后直接冲到那个日本人阵地，咣咣一顿炸，然后结果呢，回头一看日本人在吃牛肉火锅，然后什么烤牛肉啥的，太狠了啊！可以跳左慈吗？没有跳的。人脑玩这个玩法不可能会跳啊，跳不了。哎，能跳，兄弟们能跳。对不起啊，我狭隘了，我格局低了，能跳，但是不知道他这个玩法跳不跳啊？可以跳的，死命的，我宁可死命我也跳啊！噔。你们知不知道那个《三毛从军记》啊？《
三毛从军记里面，就三毛在给他洗澡，然后日本人过来啊，就是咔咔就是去拿炮那把炸他，结果呢炸死了一条鱼，一条大鱼。然后那个三毛拿着鱼的时候，那个鱼说了什么话啊？后来我看了有字幕版本的，我才知道他的鱼确实说了一句话啊，说了什么话我知道，但是小的时候没有字幕，我就不知道。我说哎，我说这个啊，我说他说的到底是啥啊？好，放他走啊，前前跑。所以说这个是能躲的，咱们正常都跳，但其实跑就能躲。好，追地反 A 前锁，追地反 A 前锁，好吧。好，那个叫直播的不解说，解说录像什么也是服了，越差服了啊，服了啊！我他妈刚才解说了2个多小时，羽翼今生，炸房炸房炸房了炸房炸房了炸房啊！到你这儿说我不解说了，我真他妈服了啊！哇，我不知道谁服谁，好吧？我要去看他，你们又开始说了，这人玩的怎么那么菜，怎么老炸房啊？精神病啊！好，我们看看，一会儿看看啊，这个反正到目前为止呢，22级。我刚才解除了2个多小时羽翼今生在线打，他在孙继那儿炸了好几次，在夏侯渊那儿炸了好几次，他甚至都没有叫我一声狼哥啊，结果你懂的啊，最后崩了啊。好，一会儿看看啊。可是哎，你就是武进在这里摊分什么感觉？23级快满了，武进在这里摊分什么感觉啊？其实我跟你说啊，要菜鸟玩这个地方挺危险的。这个地方的地图小，它是一个对吧牢笼型的地图小，然后呢兵呢还特别多，而且这兵种挺恶心啊，兵种。啊，全困住了。好，以安全为主啊！好，全困住了，这就稳了。你看，还有最后一个24级升级啊！升级的时候是有一定危险的，你们懂的。好，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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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他过萌萌了，那牛逼了！他萌萌时间够啊！他萌萌时间够是真牛逼。OK， 一会儿我们再去看看他啊。但是呢，这个必须要说完。你看，我不去看他，他就牛逼啊！我对啊，我不去看他，他就牛逼，确实赖。好。1、2、3前锁白。这完全卡不住兵，就是单 A 啊！出手时机要准啊！被打几下都无所谓，没死命他对吧？他的方案就是能打死吕蒙不死命，那就牛逼啊！人家时间够啊！你看咱们这个方案，可能他当时想了又想啊，时间，好。对呀，没跳关很正常啊，打左慈不一定非得跳关呢，也不是打不了。到现在，到现在还有人以为左慈只能跳着打吗？
左慈可以，诸葛亮打左慈最简单啊，就是可以后黑。诸葛亮打左慈可以后黑，后黑挺狠啊。啊，追着后黑，看不看见？啊！哇！哇！这个路子怎么样，兄弟们？哎，你让一语惊生学一学。追着左慈后黑，我操，兄弟们，见没见识过？这招有点赖啊！牛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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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个冲刺这招是赖啊，兄弟们！左慈最赖的招就是冲刺了。好。好。睡觉了，晚安。有危险，这豹子也是赖赖的。好，等他冲过来，哎，诸葛亮这个后黑的这个判定有点狠啊。好，还是求稳，还好有火属性的后黑啊。后黑血，后黑血，后黑啊，对吧？哎呀，这老扇翅膀子这招赖啊！你看他老这样的话就无敌啊！还差最后一下啊！好的，烧死了，烧死了，全靠后黑。所以说诸葛亮还是有长处的。你们羡慕魔张飞的攻击力，你们羡慕白张飞的血格，但是你们更羡慕的是诸葛亮有后黑啊，对吧？这个后黑厉不厉害？相当猛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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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一会儿我还会去坑一语惊生的啊！一会儿我还是会去的，他不会一会儿在陆逊这就炸了吧，兄弟们？因为我今天第一天来这儿的时候，我刚才8点多的时候我进来的时候，确实是那个什么，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啊？当当当当当当。我真不想坑他，对吧？人家一语惊生拿到钱了多好，对吧？都是同道中人啊，咱们都是干直播的，希望能打成。但是我一看吧，无形当中啊，就有一只魔手，啊，就有一只魔爪，啊，他就直接就，哎呀，你咋说呢啊？就感觉好像我不坑他不行似的，你咋整？进道具司马怎么打？那没准司马还不难啊，能卡兵，全靠武力值。好，不是你不要一语惊生死了，不，我说的意思就是刚才他现在应该打到陆逊那里了吧？他应该打到破阵或者陆逊那里了，这同步进行的啊，这都是啊。哎呀，这个哇，噔噔噔噔噔噔，明天晚上是拳皇98比赛啊，明天晚上开始拳皇98比赛，一会儿看看陆逊他打的怎么样。陆逊咱们这个玩家呢，他是
不小心挨打了一下，就在陆逊那个地方，然后佐慈那地方挨打2下。好，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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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有的时候一个不小心忍不住了，防了可嘚嘚了啊！忍不住防一下可老嘚了。其实我感觉啊，就是武进里面没什么。其实武进的核心是双进，首先是进血，然后是进地。其实双进就已经是比武进要难，就简单不了多少了。就首先你进地进血进地，这就是最难的了。然后呢，不让跳不让防，这都是附属啊，都是附属。还有就是气儿，如果你有气儿的话，对吧？你诸葛亮有气儿，那我操，那什么感觉啊？那直接上天了啊！雷霆万钧很厉害的，兄弟们。好。这个地方他要摊分儿，这地方要摊分儿啊！他这个摊分儿啊，不摊了，不摊了，拆车了。看看这个许旭啊，我是打许旭的时候，经常在被许旭一下抡死，而且能死2条命有的时候。这个许旭也会刚 CD 啊，兄弟们。许旭这个前冲也挺赖啊，兄弟们。不要小看这个锤子兵，锤子兵挺锤子的啊。哎，一打就跳啊，一打就跳，后黑打，但打不了多少血。哎呀哇！一个头打，兄弟们，哎，第2条命啊，第2条命。所以说许旭也是杀手啊，也是杀手。好，别走。谁还要我？得会一些基础连招，要不然不行的，兄弟们啊！啊，这个头打破招了啊！好像攻击力最高的，咱不算曹操那个啊，不算曹操那个秒杀那个。好像许旭的这个一个单招是伤害最高吧啊！夏侯渊就是一个画地为牢，直接把我秒了。我满血诸葛亮一个画地为牢给我秒了，服了啊！许旭应该就是马戏团出身，你看他头上戴个那个马戏团的圈啊，追地白，哎，满血开饭，你看。这个游戏就这么神奇啊！满血开饭，虽然说不需要开饭啊，因为这个反正也不让吃血。好，很多人问怎么跳上去，不用跳上去，直接进城啊！直接进城。他是一命通还是一命啊？你这话问的，一币啊，武进都是一币，没有一命的啊！真正一命不是踏死，那就是。大神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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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神，终于炸出来了一个一命的录像啊！当然呢，咱们是这么个意思啊，就是说这个
就是有的人说哈唠嗑可有意思了啊，比如说听君一席话，胜似一席话，啊，这真的啊，听君一席话，胜似一席话。哎，他这个是66号了吧，兄弟们？他刚才这是6号了啊。为什么打2货？谁告诉你打2货了？只打1货啊！谁要打2货啊？不进密室，反正太和剑你也吃着没有用啊！你搁这呢啊！太狠了啊！听君一席话，胜似一席话。大家伙总结一些没有用的废话，好吧？比如说我举的这个例子啊，听君一席话，胜似一席话。啊，听狼一席话，胜似咪呀呀，我真是咪呀呀！哎，我这口音多纯正啊！哎，这个孟获，我一直都在获这个字啊，牛逼啊！获这个字，你看。是上面一个草字头，左边一个犬，右边一个犬，草犬犬啊，对吧？这个名字挺有意思的啊，草犬犬。完犊子的，见嫂子了，怎么见嫂子了呢？你不是他是不是在陆逊那儿崩了？他是不是在陆逊那儿崩了？我告诉你啊，我刚才看他就在陆逊那儿崩的，然后一直嫂子，一直夏侯渊，一直嫂子，一直夏侯渊。挨过一个铁头功，你看就差最后这一点，这铁头功你说丧不丧啊？听君一席话，胜似一席话，真的啊！我跟你说，看《三国战记》也就图一乐。你要真想图一乐啊，你还得是看《三国战记》啊。这一套招才打这么点血，有这个黄盖的这个1/12血吗？左慈时间不够，左慈你刚才这个人怎么打的？你现在现场指导他一下，追着左慈后黑，打左慈追着左慈后黑啊，没毛病的。死一条命很正常啊，死一条命很正常，那有啥的啊？追着左慈后黑，完事儿完活。这黄盖挺有意思啊，跑到你跟前，爱的魔力转圈圈。死一条命很正常，咱们这个玩家他在左吕蒙那就死命了，然后刚才许旭那个地方又死了一条命，对不对？这个当然呢，死3命通关，他也就一会儿再死一条命，而且还能，你懂的啊，而且还当然我感觉好像是不能再讲命了吧？能讲命吧？想讲命还是可以讲命的啊。杜如是什么？杜如是17哥来直播间里面的一个话啊。来小狼直播间只需一席话语。哎呀，被吹的真是，被吹逼了感觉。好，这边结束了去奶，那必须去奶啊！能不奶他，我惯着他，对吧？这大参，长白山呐，这都是啊！哎，我想问一下兄弟们啊，什么叫做，就是人参分很多种，
就是我想问一下啊，就首先长白山的人参是对吧？就是野山参什么的啊，然后高丽参是跟这个人参一样，但是只不过产自于这个就是高丽这块嘛。然后西洋参又是什么东西？我就不懂啊，我不太懂，就是这个我只能分清楚什么是海参啊，然后人参方面上我也知道什么叫家参，什么叫做党参啊，就是这个类似于像参的类型，但是这个人参里面这个什么叫西洋参，什么叫高丽参啊？好，其实大自然很神奇啊！你像人参这种东西啊，中医里面讲啊，这比较补。然后呢，这个人参呢，用作药材啊，确实是比较那个，它不是药理性治病啊，是应该说是比较补啊。就可能我们传说中是这样的，但至于西医怎么说这个我不知道。但是这个参这个呢，确实大自然给人类的馈赠。你看啊，就是有很多，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它越少，它就越牛逼。但是你没法理解，就好比现在啊，我觉得这个对于人来讲啊，最不可思议的一个定律是什么呢？最不可思议的一个定律是啥啊？兄弟们啊，我跟你们一讲就明白了，是关于医学也好，还是关于什么健康养生也好。你看啊，但凡咱们有点什么事儿的，医生都建议啊，无论是打疫苗，还是说做手术，还是说那个生病了，还是说吃什么药，啊，一般都是什么呢？哎，比如说忌口，不能吃辛辣的食品。但是咱们大家伙都知道，现在一般都是无辣不欢，甚至有一些佐料你不放点辣椒，不放点蒜，它不好吃，对吧？这个咱们管这个叫，对吧？你就是对吧？还有就是糖，人就是喜欢吃糖，喜欢吃辣，喜欢喝酒，喜欢抽烟，啊，这些东西都是明令禁止。你就打个针或者你要干点啥，你不能抽烟啊，你不能吃什么啊，你不能这个不能那，对吧？甚至还有什么呢？不能房事。啊，不能行房事，房事什么意思？就是啪啪啪啊，就是跟媳妇儿两个人发生一段纯真而美丽的床上网恋啊，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对吧？你不能，你要禁欲啊，怎么的？哎，你说，就人类欲望这种东西，人类越喜欢做的事儿啊，就是对于健康来说都是没有好处的，兄弟们，啊，都是没有好处的。我操，这玩意儿，哎，对吧？对人类有好处的东西。都是让大家伙痛苦的，真的啊！只要对人类有好处的东西，你会发现对健康有好处的，都是，哎，很难受，很嘚儿，啊，很嘚儿。包括咱们心理上的，比如说让你人生信条，让你吃苦，啊，吃苦不是说吃那个什么苦瓜，或者说吃药吃那个苦，就是让你劳累，让你吃苦，让你锻炼身体。比如说你想要身体好，像我郎现在在练肌肉，你就要一天天就要锻炼，对吧？你就得锻炼的大热天你就得做无氧运动，没啥事还得跑，还得跳绳，还得什么的，你看，对吧？好，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哇，架！哎呦我这个越级啊！哎我这一锤子哟，但凡骑马的都是给他一个狼牙棒啊！这狼牙棒正常要削到人身上，早就给脑袋瓜直接削成血肉模糊的样子了，真的。好，噔噔噔噔，嘚儿啦家！这小哈内裤今天弹幕挺活跃呀啊！
好。他扔的那个是什么东西？是暗器，是一种暗器，就这个。大家伙儿你们看没看过老版三国？看没看过老版三国？老版三国里面，对吧？这个张飞跟马超他俩大战的时候，两个人先是交马这个打回合，然后呢对吧，在马上再打，然后呢打着打着，对吧？这个又挑灯夜战。这个时候呢，张飞会射箭，那个这个一个会射箭，一个会扔流星锤，就是诈败啊，装作自己败了，这边人追上来拿个流星锤撇出去一撇，这边装作受伤，回身拿箭一射，大家伙知道吧？就这是暗器啊，是暗器，好，一会儿还有魏延啊，魏延是不是得放他走啊，兄弟们？这魏延他是不是有点走了啊？好。所以说刚才问他啊，其实有一些兵器还是有来源的，像那个夏侯惇的那个兵器叫铁骑的骨朵，但是呢，按理说都是按理说啊，有点像那个少数民族的这种将领才会用，比如说三国里面，对吧？咱们看那个《三国群英传》里面，铁骑的骨朵这个呢，它就有这个武器可以装备上，攻击力还不错，虽然说比不上三大神器啊，方天画戟、青龙偃月、丈八蛇矛啊。比不上这些东西，但是确实是有。然后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那个，比如说像那个乌突骨，好像拿的就是铁骑的骨朵不是沙漠克啊，沙漠克，对不起，沙漠克。好，为什么在这里读剧情？就是为了让他跑。这个地方不会跟他硬拼硬的啊，是要让他跑的。一定要你要想玩啊，还是让他跑最好一些啊。在这里，如果武进玩法想要把他打死啊，还是有点难度的。《三国群英传》第2代，我狼他妈的别闹了，我狼大神谈不上，绝对是有这个2线底的实力啊，有2线的实力，2线垫底。想当年直播玩《三国群英传2》，我都玩上头了，好吧？什么兵种克制这个，什么这个克那个，哪个降将在哪儿，怎么降忠诚度，然后呢，怎么卡升级，对吧？让这个级数升的，对吧？跟敌方平均一些，怎么兵种克制，怎么阵法，对吧？怎么绕过来用飞刀武将技怎么用，鬼哭山嚎怎么玩？作弊咱不做啊，那个游戏不，你要真会玩的那个游戏不用作弊，简单那个游戏，对吧？那个游戏当然呢，你要是说你要玩点难点的啊，比如说你上来玩那种最难的金旋是吧？你要上来玩金旋，如果玩金旋，你上来溜达，在刘备这边跟他周旋，然后你招到行道荣之后啊，就比较厉害了。很多人说行道荣他妈的不是那个说出乳名斗乳一笑那个这个行道荣在《三国群英传2》里面前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将领，因为他在那个6级的时候有一招那个伏兵搬阵他有一招伏兵搬阵，有伏兵的一般对吧？对于咱们来说都玩的比较不错当当。选金旋上来要是抓住一手行道荣还真挺厉害，然后呢直接把人家那个什么赵云什么黄忠再招到，然后再把什么赵云什么的你再不小心招降了，那就无敌了赵云是作为这个武将和军师都挺厉害，不过赵云的武将技不厉害，赵云的军师技还好点
赵云的智力挺高的啊。今天我狼的礼物铁挂了，兄弟们，今天我狼的礼物肯定挂了啊，都已经11点了啊，连个像样的礼物都没有弄到啊，确实没有牌面啊。说白了，这都是自己那个什么，个人感觉啊。为什么老板不刷礼物？说明你还没有做到老板的心坎里，对不对？老板想给你刷，一定是老板高兴了才给你刷，老板不高兴，凭什么给你刷呀？你有什么资格让老板高兴啊？你是让老板睡呀，还是让老板睡呀，还是你睡老板呢？对不对？那鬼哭神嚎的人都强，会鬼哭的人都很厉害啊，好吧？对吧？一手 S 级别武将，对吧 ？S 级别的那个军师，周瑜是军师的这个最强啊，周瑜，然后诸葛，庞统都还差一丢丢啊。天地的话都小事，主要是有那个，比如说那个高级那个灰技啊，高级恢复技能，那个就配合会配合会鬼哭的那个飞刀阵，对吧？会鬼哭的人，关羽、夏侯，然后吕布，是吧？太史慈会不会啊？我忘记了，一共我记得是4个啊。我记得是4个，但是又不是典韦，也不是张飞，是关羽、夏侯惇，然后吕布、太史慈啊，那就是这四大天王。太史慈是4个武将当中最变态的啊！太史慈他妈的，就是你看那种就是一个人就单挑15城那个，确实屌啊！单刷那个马家军。好像配合一个大军师可以单刷马家军的啊，就只有太史慈可以。神鬼乱舞面啊，神鬼没有鬼哭神嚎才是终极神技，神鬼呢，神鬼不强的啊，不就是强，但是没那么强啊。你像天地无用都很牛逼，好吧啊。好。其实太史慈不会鬼哭，他就已经无敌了啊！反而你要是会鬼哭的话，好像就没那么厉害了。就是说，因为你会鬼哭的话，那个敌方的那个他的等级也高了，对吧？敌方的那个 BOSS 那个他等级也高了，就28级之前啊。可以看到这个打司马懿是。还是要卡这个胖子啊！卡胖子是真的是牛逼，300万啊对吧？又中3000啊，300啊，后面加上一个万字连上念，300万！哎妈，我老头要倒啊！清兵最猛的还是地震，我觉得清兵地震比天地无用还赖啊！就是地震呢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一定要让敌兵动起来的时候，地震才厉害。他站那不动，你地震不厉害的啊！好了，直接秒了，来看看曹操，现在还剩2条命呢啊，兄弟们，确实牛逼啊！秒兵是地震，鬼哭他就不是鬼哭，为啥比神鬼赖啊？鬼哭打血他又多，鬼哭打血又多，然后清兵还狠，对吧？你这就是鬼哭最赖的地方啊！好，清兵地震，兄弟们，相信我，清兵地震啊！你要是把这个电脑这个全军突击要是如果控制好了，那一个地震就没兵了啊！好，这个后期是增技牛逼啊，后期是增技牛逼，前期是灰技牛逼。
就是说，如果都满，哎，我操，这一下又要死一条命了。前期是灰技牛逼，可以恢复技能，咱们可以抻嘛，可以拖嘛。好，那你看可以躲吧？他这个4角可以躲，6角可以抻。啊，你看4角可以在正下方躲啊。是天王啊，是天王，说不是天王的控制控制啊。不是天王的连小兵都没有啊！不是天王的单挑曹操的，我告诉你。进血、进气儿、进 BCD， 天王难度4命通关，也就是说死3条命通关啊。他这个跟灰灰不一样，他的玩法上比灰灰要简单一点，因为灰灰呢有几个 BOSS 的不能卡兵，比如说刚才的司马懿不能卡兵，但是呢，这个。他死4条命，这个是死3条命啊。这个是 QQ 平台的啊。这也太嘚儿了，这他妈真的咔咔加血呀！这血加的是真丧啊！这血，这把需要的血全加上了啊！一会儿是不是要卡的时间到？好了，没办法，这个位置掌握的不是很好，还是没躲过去啊。哎，加不了血了啊！哎呀，刚想说啊，用单 A 躲掉这个。好，别慌。对，曹操最多是加3次血啊，除非是特殊版本啊，那种变态版啊，曹操可以咔咔加血，但是正版的曹操只能加3次血。好。我操，这怎么说？哎，躲了。正下方啊是可以躲的，然后用 A， 这样的话还能再有一个 A 的这么一个躲避的这个效果。很多人我告诉你啊，诸葛亮的单 A 是可以躲这种类似的技能的，比如说像司马懿，大家伙知道司马懿吗？追地反 A， 追地，我操！好，死3命啊，就死了3条命通关。正常人的武进是死4条命的啊，他死了3条命就通关了。最后因为讲了1条命，还有一个牛逼啊！